今天我们讲公钥密码。通过上节课的学习，我们知道了货币数字化的切入点在于交易数字化，而交易数字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账户和签名的数字化。账户和签名数字化问题的本质是唯一性和身份认证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先解决身份认证问题，捎带着就把账户唯一性的问题解决了。在上节课中，我们还提到解决身份认证问题的强有力工具是密码学，没错，那就是密码学中的公钥密码。1976年 Diffie 和 Hellman 发表的学术论文 New Directions in Cryptography 中，第一次提出了公钥密码的概念，用于解决密钥分发和身份认证问题。那什么是密钥分发问题呢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使用过加密，比如在你发送一份隐私或秘密文件时，为了防止泄密，你会给压缩包设置密码，然后把密码告诉接收文件的人，接收方在解压缩时再填入同样的密码，就可以获得文件的明文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对称加密的场景。那你在告诉对方密码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无论你是用电话、短信或是微信，这些渠道安全吗？如果安全的话，干嘛还要加密呢？直接把文件发过去不就行了吗？如果不安全，那密钥就不安全。密钥不安全，加密不就形同虚设了吗？这就是密钥分发问题。那公钥密码是怎样解决密钥分发问题的呢？所谓公钥密码，又称为非对称密码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加密和解密使用的密钥不同，其中一个称为公钥，也就是可以公开的密钥，另一个称为私钥，也就是必须有保持者保密的密钥，而且由公钥不可能计算出私钥。任何人都可以生成自己的私钥和公钥，把公钥公开，然后私钥由自己保管。如此一来，当别人想把加密文件的密码发送给我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用我的公钥把文件加密，然后发送给我。之后我用我的私钥解密，就可以拿到加密文件的密码了。因为只有我拥有我的私钥，所以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是不可能获得加密文件密码的。如此一来，公钥密码就解决了密钥分发的问题。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身份认证。那什么是身份认证问题呢？在现代网络通信中，通信双方很有可能远隔万里，那么你很难确认给你发消息的那个人就是他声称的那个人，所以你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确认他的身份，这就是身份认证。公钥密码是怎么解决身份认证问题的呢？当我给别人发消息时，我可以用我的私钥对一个消息进行加密，然后将得到的密文和消息本身附在一起发送给对方，这样对方就可以用我的公钥从密文中解密出明文消息，然后将明文消息和原始消息对比，如果一致就说明发送消息的人是我，不一致就说明发送消息的人不是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拥有与我的公钥对应的私钥的人才可以做到这一点，而除了我之外，是没有任何人拥有我的私钥的。总体来说，公钥加密、私钥解密就可以用来保护消息的机密性，反过来，私钥加密、公钥解密就可以用来进行身份认证。下节课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具体的公钥密码 RSA。本节课就到这里，谢谢。